要接受我的考验了吗？来吧。你真的准备好了？老怪物，你这碧鳞蛇毒如此轻微，没用。赶快来第二个考验吧。第二个考验。让他咬你一口，要见血。你可够毒！这是竹叶青中的极品九节翡翠，中了他的毒，1时3刻就要化为脓水而死。而且它本身坚于金刚，利刃难伤。幽香绮罗仙品只能阻挡外在的剧毒，一旦毒入血液，就不起作用了。不敢了。没问题。不过独孤前辈，要是他咬了我，我没事的话，你把这条九节翡翠送给我，如何？我看你才真是个小怪物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小子，既然知道九节翡翠，难道你不明白它的毒性吗？罢了。再不替他解毒，这小子就要没命了。什么？独孤前辈，你没看错，你这第2轮的考验，我是不是算通过了？还有，这9节翡翠现在归我了。你这个小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独孤前辈，你还是先对我进行第3个考验再说吧。这小子确实有一套。唐三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我接下来施展的毒，是连我自己都无法控制的。如果你现在后悔，还来得及。独孤博的本命剧毒属于碧鳞蛇皇的毒素，以我目前的状况，确实很难抵挡。不，身为唐门弟子，如果连毒都无法胜人，就不配姓唐。试试幽香绮罗仙品花粉的效果吧。来吧。你真的想好了？幽香绮罗仙品的花粉，虽然无法克制进入体内的毒素，却能令毒素减缓发作。再加上我体内的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，只要运转玄天功，加速血脉流淌速度，就能激发出药力。我跟个孩子较什么劲？要是他死在这里，这麻烦可就真的大了。这是昊天锤，无论他的武魂还是外附魂骨，都是来到这里之后发生了变化。显然他是吃了什么。还好独孤博没有杀掉我的想法，刚刚只用了零星1点毒。多谢前辈手下留情。你吃了这里的什么草药？居然连我的碧鳞蛇皇毒都不怕？昨天你将我带到这里后，我思虑再三，服用了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。
那是什么？就是分别在冰泉和火泉两旁中心位置，分别吸收基因和极阳精华孕育而生的2种毒草。那2种药草也能吃？没错，这2种药草都是绝毒之物，普通人只要靠近10米之内，1时3刻就会被冰冻或者化为灰烬，更别说是吃了。但是，所谓阴阳相克，冰火互制，当这2种极端的药草放在一起时，就会彼此中和，毒性大减，而那也是服用它们的唯一机会。服用之后，再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加以吸收，便能起到水火不侵的效果。好一个水火不侵！你就是凭借它们克制我那3种剧毒的？可以这么说。这小子现在应该还没能将这2种药草的药性充分吸收。要是喝了他的血，或许……老怪物，你带我来到这里后，我才知道为什么你体内的毒素没有将你反噬致死。正是因为这冰火两仪眼，只是什么？我之所以吃下烈火性胶书和8角玄冰草，还有另一重用意，就是在这个地方能生存下去。这2种药草加在一起，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冰火两仪眼。你身上的毒，我想出了2种解除方法，其中一种就是同时服下这2种药草，然后凭借你强大的魂力将其药性吸收。但与此同时，你这一身毒功也会被同时化去。你愿意吗？如果你不信的话，我的血液中蕴含着2种药草的药性，我可以弄些出来给你试试。不过，你修为降低了，可不要怪我。不用试了。你这个小怪物，怎么懂得这么多？我小时候曾经得到过一本书，其中就记载着许多珍奇异事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这些知识自然是从书中得来的。那另一种方法呢？你之所以被毒素反噬，主要就是因为你修炼的毒功。你使用的乃是兽武魂，所以毒素才会与自身融合。尽管你的魂力能够起到调动和压制作用，但它们却早已成为了你身体的一部分。如果你拥有的是气武魂，只需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凝聚在自己的武魂之上，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所以，第2种办法，想要把你体内的剧毒保留下来，又不让它们伤害到你，就必须找一个寄生体来作为毒素储存之所。这个寄体可以是一块魂骨。你是说，让我将体内的毒素逼入魂骨之中，这样就不会伤害到我自身了？是的，你的孙女也是一样，只要给她寻找一块合适的魂骨，让她在修炼时将毒素逼入魂骨之内。就像我现在，虽然也是身具毒素，但体内的毒都在蓝银草和8株魂骨内，自然反噬不到我。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，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保守估计半年以上。你愿不愿意试试？小怪物，我多次想杀你，你真的愿意帮我解毒？毒与药本就相生，任何毒都有相应的解药，而我恰恰喜欢配制解药。好，小怪物，能令我欣赏的人不多，你算一个，我就信了。只要你治好我和我孙女，
答应你的3个条件绝无问题，更不会杀你。现在，请你把这个先吃了。如果你把我治死了，那么你就给我陪葬吧。从你嘴里吐出来，再让我吃下去，这似乎有些恶心吧？不怕告诉你，这乃是我碧鳞蛇进化为蛇皇后凝聚的丹珠。可以说，我1半的实力都在这颗珠子上。如果我死了，那么它会直接在你体内引爆。4只百骸中，仿佛融入一股热气。感觉到了吧？只要你不耍花样，丹珠对你的修炼只有好处。等你治好了我再将它引导出来。老怪物，我也有个条件，我给你配置药物时，你不能偷看。每天晚上亥时，也就是你发病前的1个时辰，到这里来服药。可以。唐三，你可愿拜老夫为师？老怪物，我觉得这个称号很适合你，不想改变称呼。更何况，你认为你在用毒方面能教我什么呢？说不定，有些东西，你还需要向我请教。你，好，小怪物，咱们走着瞧。独孤博呀，独孤博，看来我真是要谢谢你才对。没有比这再完美的地方了，真是可惜了。这里的每一株仙品都是绝世之物，但美味不可贪多。没关系，不能吃，我还不能拿吗？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融入了我的血液，药性便温和许多。只要剂量小一点，便只有治疗的效果。这老怪物还是被我骗了，他到底不敢拿自己一身毒功来试验。
小怪物，我来了。小怪物，你又在弄什么东西啊？嘘。成功了！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这可是要人命的宝贝。我可以保证，哪怕是你被它命中，也活不过3次呼吸。啊？哼！就是这小东西啊！玄玉手。这是能够杀死封号斗罗的剧毒。能杀死封号斗罗？你在开玩笑吧？你知道什么叫暗器吗？暗器就是暗中使用的武器。这3根针要用特殊的方法发出。它们有个名字，叫做阎王铁。阎王铁？阎王的含义就是死神。你说，死神给你下了请帖，那是要做什么呢？自然是让你回归死神的怀抱。阎王叫你3更死，谁敢留你到5更？你天天说的这么玄乎，不就几根针吗？不相信？是的，我也想不到，竟然能在这斗罗大陆上将玄天宝录排行第3的超级暗器给炼制出来。只可惜，发射阎王铁需要消耗极大的内力，我现在还不足以驾驭它。老怪物，你好多了吗？小怪物，把丹珠还我吧。你不怕我在你药里下毒了？哼，能被你毒死，我还当什么毒斗罗？小子，回头把我孙女带过来，你把她治好就可以走了。可你的毒还没治好呢。我总不能困你在这儿一辈子吧？我体内毒素堆积过多，要想全部注入魂骨内是不可能了。我的身体也已经适应了剧毒，如果真的全没了，也许反而有害。你说的也对。所以呀，就治到这儿吧。
惜呀！你要是再大几岁，我就把我那漂亮孙女嫁给你，这样你就得叫老夫一声爷爷了。算了吧，您的孙女充分继承了您的优良传统，更何况她已经有了爱人，蓝电霸王龙家族的嫡传继承人。无论身世背景，还是家族权势，我怎能跟天下第3宗族传人的玉天恒相比？玉天恒，他的背景还比得过你？我的背景？我有什么背景？不过是出身自偏远村落的铁匠的儿子。那你是怎么长成如今这样子的？说给我听听吧。原来是这样。等等，那你的毒是从哪儿学来的？捡了本书就有现在的造诣，老夫可不信。这是秘密，不告诉你。哼，爱说不说。接着。拿魂导器贿赂我呀？可我已经有老师送的24桥明月夜了，这个你自己留着，或者给你孙女吧。哎，燕燕又不喜欢玩这些药草，给她也是浪费。你那个魂导器虽然不错，却只能装死物。这如意百宝囊装的可都是活物。也就是说，这小东西也能放进去，不会窒息。新鲜的药草也能装在里面了。刚才你说不要是吧？那就还给我吧。送出的东西哪有往回要的？害不害臊？亏你还是封号斗罗呢。小子，我答应过你，只要你治好我的毒，我就帮你做3件事。第一是不能伤害史莱克学院的人。现在我送你了这如意百宝囊，算不算是第2件呢？这不是你主动提出来要给我的吗？我有问你要过吗？不过嘛，我也不能白要你的东西，这个就算是回礼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2个铁球，不过是2个能救你命的铁球。就这么2个小玩意儿？不信呢？我试给你看。看好了，这对铁球名叫子母追魂夺命胆，一旦受到强力挤压或者撞击，便会立即炸裂开来，释放出这迷魂毒物。这普通人哪怕只是吸入一点儿，就得昏睡上整整10天。即使是实力强大的魂师，稍有不慎也会受其影响，行动迟缓。2胆相撞之后，里面的数百枚化骨神针就会爆发出来，专破护身罡气，奇毒无比。只要被刺中1枚，毒素就会快速蔓延，所到之处，骨化如棉。铁胆为母，剧毒为子，好一个子母追魂夺命胆！哈，小怪物，这种东西你也做得出来？真不知道你这脑袋是怎么长的，还不赶快拿180个的来孝敬老夫！你当这是糖豆啊？还180个的？我就做了2个，刚才给你做实验了。谁让你不信的？什么？就2个呀？那你还是什么事？你直接给我说清楚不就好了？哼，眼见为实嘛。好吧，好吧，其实我做了4个，就再给你2个吧。接着。小怪物，那个什么魂师比赛也快开始了吧？你该走了。没有足够的历练，
你以后凭什么当上封号斗罗？外面的世界更加广阔，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。你还欠我2件事，对吧？只要不违背我做人的原则，我都答应。那我已经想好了，你可不许反悔。想好了？哼！臭小子，你给我站住！是你说药草随我拿的，还想赖账啊？这第2件事嘛，就是我要从这里带走我所需要的药草，你不能阻拦。就这个？也太简单了吧！我答应了。这么容易就答应了？我说随你拿，可是没让你把我的家底都给掏光啊！根和种子我都留着呢，要不了多少年，它们还会长出来的。而且你就要跟我回史莱克学院了，也用不着那么多药草了。那第3件事，我可得好好想想。少废话，快说。第3件事，就是我想请你到我们史莱克学院当个高级顾问。不行，老夫平生最恼恨的就是被限制，失去自由，这个已经是原则性问题了，我不能答应你。谁想限制你的自由了？你想来就来，要走便走，挂个名而已。至少这样，我可以名正言顺地见到你。算了算了，老夫说话算数，不与你这个小怪物计较。你不生气了？下不为例。老怪物，其实你来我们学院真的挺合适的。我们史莱克学院又名怪物学院，老怪物教小怪物，岂不是美事一桩？没你个头啊！还不赶快带路！我还等着到你们学院之后，把燕燕接过来让你治疗呢。麻烦通报一下。老师，各位老师，我回来了。小三，怎么样？他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独孤前辈对我很好。弗兰德院长，独孤前辈愿意来我们学院当顾问。什么？
不行吗？你说的是真的？他说不会一直留在学院，就是个顾问而已。独孤博虽然一向肆意妄为，但也言出必行。独孤前辈，您好。我答应小怪物来你们这里当个顾问，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啊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您的到来简直令史莱克蓬荜生辉啊！既然你们答应了，给我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就行。唐三给你们送回来了，我累了，先带我去休息吧。前辈，您随我来。